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做的尼泊尔这次坠机事故的3D 还原视频是 4K 高清晰的。那么尼泊尔雪人航空的编号 YT691的内陆航班在昨天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开往西部的这个博卡拉期间在塞蒂河峡谷呢发生坠毁就我们标的这个位置。那机上的72人全部遇难。这个事件让尼泊尔的飞行航空安全再一次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我们去年5月份呢，曾经做过一期，就是视频里面讲到这另外一起航空事故。当时那个航班是从博卡拉飞往另外一个机场，在山谷里边也是撞山。那当时呢，造成了20多人遇难，28人应该是。那这次的这个坠机事故是尼泊尔过去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根据航空安全网的数据呢，这同时呢也是尼泊尔历史上第三的严重的安全事故。那有航空专家又指出包括恶劣天气、低能见度、设备的隐患，还有多山的地形呢，是造成尼泊尔航空交通的这个意外频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尼泊尔的天气因为它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它的气候呢是经常变化，能见度呢也时高时低，所以呢就对航空飞行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当然，尼泊尔的天气预报的基础设施呢也比较差，另外当地的跑道很多都在这个高山之间可以说周边都是白雪皑，与道路隔绝，那可以说极为考验这个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另外呢，因为条件原因这个飞行员训练条件也有限，飞机呢也欠缺必要的保养很多都是小飞机。所以根据尼泊尔民航局2019年的一个报告说那个该国的这个恶劣地形呢，也是飞行员面临的巨大挑战的一部分。那尼泊尔实际上不小尼泊尔的人口比加拿大少点，少的不多，也是3000万人口了。加拿大是3800多万，3900万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14座山峰中的8座。所以呢，包括珠穆朗玛峰，所以这种地形你很难从空中导航，特别是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并且由于呢需要使用小型飞机进入到这个更偏远的这个狭小的这个机场上，所以呢情况呢变得更糟。那么当地民航局的报告显示由于这些挑战呢，19座包括19座以下的小型飞机更容易出事故。所以呢在尼泊尔最危险的机场就包括它首都加德满都的机场这里是全国的这个中转枢纽，许多小型航班呢都会从这儿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呢是位于尼泊尔东北部卢卡拉镇的一个机场，这个机场跑道被称为通往珠穆朗玛峰的门户，也是在群山之间的悬崖边上。尽头的就是万丈深渊，像我们做的这个视频一样那么从2000年以来到现在有309人呢死于空难。那尼泊尔在过去30年里边发生过27起致命的这个飞行事故，其中呢近10年呢发生超过20起空难那么自2000年以来接近309人呢死于尼泊尔直接的飞机失事或者这个空难。所以这些事故的频繁使得在尼泊尔旅行尤其坐飞机也变成一个让人揪心的事儿那去年5月份，刚才我们做过那个视频，就是22人也是在塔拉航空的一个航班上在撞山坠毁，当时呢往外运都非常难，就在一个山坡上那么2019年的2月27号呢尼泊尔的旅游部长乘坐直升飞机也坠毁了，造成7人死亡。2018年的3月12号呢，有一起51人死伤的这个大的空难。那么2016年的2月24号，26号连续2起坠机。可以说近年来尼泊尔的空难频发这个甚至包括直升飞机事故。所以在尼泊尔我们讲你乘坐飞机的概率可能是一个出事故是一个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问题，包括印尼在内，印尼可能也是。所以联合国机构从在2015年的时候呢，联合国这个民航的组织呢就优先通过航空安全实施援助伙伴计划，包括尼泊尔就是资助尼泊尔呢进行飞行员培训解决飞行安全问题包括机场问题但是呢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尼泊尔的民航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朋友们，如果您到尼泊尔去旅游，航班一定要看好天气这是你唯一能选择的选择好飞行时间。那好的，关于尼泊尔航班事故和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咱们下次再见，拜拜。